我觉得放在整个 China 都没有几个罕见能够说出这种话来，你知道吧？这种人纯纯的傻卵。俗话说得好，哪有乐子我就在哪儿，那么我就出现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任老板游戏频道。那么今天又到我们的看乐子时间了。不过呢，开始之前我先给各位观众老爷们提个醒，今天这件事情严格来说呢，它不属于一个乐子，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情，它放到整个游戏圈里面都是属于是比较炸裂的。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因为本期视频涉及了较多的骂人词汇以及一些敏感词汇呢，可能会被某些户口本只有1页的小鬼拿去恶意剪辑啊。那么我在此提醒各位观众一点呢，就是如果你在你的蔚蓝档案群里面或者是其他游戏群里面看见了有人恶意剪辑我的视频，并且把它发出来博人眼球的，首先你可以不用着急踢他啊，你看他想干什么。如果他给你链接了，你是照着链接来到了我的这个视频，那么请你看完，好吧？事情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看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去把你那个小鬼给他踢掉了，好吧？因为那种人我只能说纯纯的弱智，没什么好说的。Oh, wait a minute. Looks like I almost forgot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So, YouTube friends, remember,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and Bilibili friends. 3连加关注就对主播最好的支持。So, let's begin today's story time. 故事的时间呢，可以追溯到7月25号那天。这天呢，国际服的一位老师号没了。当然，这个号没了指的并不是因为开挂被封的，而是因为一位无良商家，他曾经在这位商家这里呢充过一个福袋礼包可能是一张月卡什么的，好吧，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到后来呢，这位无良商家就开始逼着楼主往他这里充钱，说你不充，你就等着看。我们的楼主哪能受得了这样的事情啊？于是矛盾就闹起来了。7月25号，头天晚上8点钟，我们的楼主下号之后呢，这位无良商家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操作。第二天早上8点，楼主起床的时候呢，手机里面收到了一封名为 Blue Archive Your Inquiry Has Been Received 的邮件。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的账号被重置了。然后楼主一上游戏发现号果真没了。于是他就去问 NX 是怎么回事，但是根据 NX 客服所拿出的答复呢，就是号是被完全的重置了。然后这位楼主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的无良商家，于是就去群里面找他对峙。而出来应对的并不是无良商家本人，而是他手下那些狗，扬言着有本事你报警，你要是不报警，在群里面说话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要瞎编，你以为警察真的会管你这逼事情吗？我被骗了3000，找警察都没有用，笑死了。你看警察管不管你这100块的事儿呗？求求你了，赶紧报警吧。你说这言论真的，我觉得放在整个 China 都没有几个罕见能够说出这种话来，知道吧？谁他妈求着警察来抓自己的呀？我没见过的都。你有病，你有病。好，这边扯歪了我们继续往下面说。楼主将这个事情发到贴吧上之后呢，就引得了一些吧友出来哭诉自己曾经也被这位无良商家整过，而且有很多的图片以及证据。至此，整个事情开始逐渐的浮出了水面。话说回7月26日的凌晨2点，在搞完了楼主的号之后呢，我们的出身代课哥开始对群内的其他朋友展开了操作。一位名叫 TZT 的群友呢，幸免于难，但是据事后本人所述，他当时被代课哥以洗号为威胁充钱，立马就上号把密码改了。于是我们的出身哥呢就没有操作成功。经过半天群友的轰炸呢，我们的代课哥承认了忠犬喜好的事。于是在7月26日晚上8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内呢，我们的代课哥找到了楼主，要求商量一下账号赔偿的事儿。而你认为事情真的就那么简单吗？错了。几个回合之后，我们的代课哥听说楼主曾有在淘宝找过代充，瞬间跳脸，立马就不承认曾有过赔偿的事儿，并且开始找各种借口。可是楼主在早上刚找的 NX 客服聊过，确定号就是被重置了。可我们的这位出身还在狡辩，扬言就是淘宝干的。但是呢，兄弟们最大的漏洞是什么呢？淘宝哪家电商闲的没事晚上2点把他号给扬了呢？
那么故事至此，他到底在狡辩个什么东西呢？有知道的同学打在弹幕或者发在评论区都可以。因为证据确凿，我们的楼主也是举报了他的 QQ 号，出声呢也喜提了封号3天。然而整个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知道你们可否听说过一个群里面有10个管理员，9个号都出自一人之手。是的，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的代课哥。继代课哥的事件被曝光在贴吧没有多久，他的忠犬们便去到了各大蔚蓝档案的游戏交流群里面闹事情，于是魔爪便伸到了我这里。我所在的这个 BA 交流群呢，对于这件事情已是早有耳闻，所以说做足了防范。于是，一些身份不明的狗呢，便潜入了我们的交流群，试图和外面的大军来一个里应外合，把这个群直接闹垮。但是我的朋友便看不下去了。当时我的朋友呢是那个群的管理员啊，由于这里我叫到了本人，于是我们就把话筒交由我的朋友，由他来给我们讲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OK 啊，那我就给大家分享我这一天的离谱遭遇和网络生物多样性吧。这个人是个卧底，被我揪出来之后，气不过就私底下找我对喷嘛。然后呢，正好那一天我心情不是很好，再加上他开头说的话很难听，我就直接跟他喷了起来。谁怕谁的，对吧？然后呢，我想吐槽一下，就这个人呐，打字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他也不知道用语音，我都快给他家族谱给他喷碎掉了。他拢共才憋出来这几句话，然后不负众望，像那些人一样留下遗言之后就跑了。到这里来说呢，事情还算正常，但是呢，接下来发生的事直接就刷新我三观了。过了一会呢，他又加我，说我什么骂他弟要私底下真实我，然后还让我给他发个道歉视频什么之类的话。当时我都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精神病，就他这个人格切换的太快了。本来呢我还想直接开喷的，但是想了想，当做素材他不香嘛。结果呢就开始威胁我了，说我不给他道歉会怎么样之类的话，说他有人罩着他，罩着那个人还砍过人什么之类的。反正呢他说这些垃圾话就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你不给我道歉你就完蛋了，我要私底下真实你什么之类的。反正他当天晚上嘛放下狠话之后就走了，然后10多天了我也没看我怎么样嘛。反正呢这件事大家就当个乐子看看吧。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回归主题。好的，感谢我们小茶同学的分享啊！欢迎回到任老板游戏频道。说实话吧，我不知道你们听完是个什么心情，好吧？反正我是绷不住了，你们等我一会儿，好吧？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的，我又回来了啊，没啥，我们继续。以下是一些代课哥的图片，为保他人隐私呢，我已做打码处理，详细的可以进频道我们细谈。代课哥的作案动机呢，其实也是比较可笑的啊，他个人被骗了3000。不知道是不是警察没有受理，于是存在报复心理，出来报复社会了啊！在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也是发了澄清视频。至于那个澄清视频到底讲了什么，我们也不好多说，你们自己看。大家好，我是 B 站。针对现在 B 站上有很多抹黑我的视频的现象，我希望他们能拿出证据来。首先，第一点，你会发现他们视频只有一种证据，聊天记录。OK， 那请问一下，咱们的 Momo Talk 是什么？聊天记录啊，那你跟这个邮箱的 Momo Talk， 那可以作为你认识邮箱跟邮箱是你老婆的证据吗？我觉得不可以吧。如果你认为聊天记录或者说是这种聊天记录截图都能作为证据的话，那我希望这个你可以去，就是没必要玩这些游戏啥的，你可以去这个学习一下这个怎么辨别这个真假。然后剩下一点就是关于我这个，希望你们这个就是这些黑子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去走这个法律程序解决，好吗？我希望你们不要在嘴上光说一些什么大义凛然的话，而不是真正的去这个请律师，或者说是找这个法律人士解决。包括我也是接到了咱们深圳市一个某派出所的一个电话，那么那里的警察就跟我说，这个就是说当事人他是个小孩子，就是说小孩子不懂事儿，让我把钱给他。那我就说了，我站得正坐得直，凭什么给他呢？
那包括我这些，就是包括我与警察的这个录音呢，也是可以给大家传到网上的。如果大家想看的话，那我也可以发到网上去。总之的话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这些事情吧。那反正如果大家需要什么证据，大家请在评论区里指出来好吗？就是说不要去就是一味的去指责，而是如果你需要任何我要证明的证据的话，那我也可以提供给你。当然我说实话，我是不想理他们的，但是现在毕竟他的视频播放量也挺高的，所以说我想着还是出来澄清一下吧。那大概这就是我的看法。那么剩下的关于宣传这个问题，说实话的，你要说我铺天盖地宣传，我确实铺天盖地宣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就拿这一点就出来挂我，然后说我是骗子黑卡的话，那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必要的。请大家不要避重就轻，不要上这些骗子或者说是黑子的当，好吗？我是坤坤，我爱坤，再见。看完了，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说，但是你先别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他的澄清视频。你会发现啊，澄清了个蛋，他对自己做的事情只字不提，然后就一直在进行一个甩锅，一直在进行一个偷换概念。那么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思路来理解整个事情的话，我们就变成了所谓的施害者，而他变成了所谓的受害者。那这么一来，我们就变成小丑了呀。但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基于我视频前面所说的那些真实故事以及这个视频，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任何的必要再去骂他了，也不用再去攻击他了。为什么呢？听我继续往后讲。为什么我说没有必要？难道这种人就不该被谴责吗？该骂，确实该骂。这种人就像秦桧一样，死了还要被后人用皮鞭抽几千年。但是你看他视频里面说的，一口一个有本事就让法律来抓我呗，有本事就让警察来抓我呗。那么他都这么说了，你还能怎么办嘛？所以说至此已经没有骂他的必要了，因为你玩不过他，他的成长以及生存环境导致他比你懂得法律，他比你知道法律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去攻击他，你去黑他，你去骂他，你去他视频下面冲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反而凸显了你格局很小，你知道吧？通过这些事情以及这个视频呢，我们就能很明显的看出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法律红线当成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因此他做的事情都只是一些伤风败俗，但是并没有违反法律的事情。那么正如他所说，如果违法了，他已经进去了，那为什么警察打个电话过来，他还能这么理直气壮的去回怼警察？因为他的道德底线让他自以为自己很高尚，他认为这样赚来的钱就是干净的，所以没必要归还。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以及自己比法律红线还要高出一丈的道德底线是不会允许我们去干这种事情的。你去攻击他，只能让他认为你是在羡慕他赚来的钱。很简单的道理，你跟狗抢骨头，对吧？如果不是家养的狗，那它肯定会来咬你。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至此，我们和他们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了。所以啊，以我的个人看法呢，我希望这个事情到我这里就画上句号了，好吧？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视频，希望你转发出去，给你的群友或者朋友们也看看，不用再去骂他了，也无需试图去感化他。去马戏团看小丑表演的时候，那小丑的目的终究也只是为了博得我们一笑，笑后便是风轻云淡的遗忘。同理，像这种生活里的小丑呢，也只是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仅此而已。后面的无需多言，懂的都懂。至于贴吧事件，我能做到的仅仅只有惋惜。至于你们怎么看，如果你想，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最后，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请给我的视频打上3连加关注。至于他呢，点到为止了，一是没有必要，二是多说费口水。至于某些人嘛，你这样就是你对，我倒无所谓。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Remember,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You can get much excellent video in future. Thank you support from Boston Game Studio.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This is how an angel does.
是谁？